与无忧和李大奔一起锐评 SGA， 一定要非常高的球商，你才有机会去造规。这个时候的穿搭功力，我感觉还是在摸索的阶段。SGA 的签名鞋 SHEA001 如何拯救 Converse？ 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吗？可以了吧？哪个声音？真正的视频声音。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2025年西部决赛，雷霆4-1淘汰森林狼。系列赛结束之后 ，Converse 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这样一个视频。这里的蚂蚁很明显就是绰号为蚁人 Ant-Man 的森林狼当家球星安东尼·爱德华兹，而文案中的 Believe 很明显是点了爱德华兹一代 Believe That 的口号，而陶土正是 SGA 在西部决赛中所穿的 SHEA001 Hail Clay 配色。视频的最后 ，SHEA001 留下的脚印代表 SGA 捷足先登，闯入总决赛。在过去的一年，爱德华兹一代的广告与营销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而 Converse 的这个广告让我感觉到 Converse 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Converse 篮球拥有比 NBA 还要悠久的历史，他们制作了历史上的第一双篮球鞋 Chuck Taylor All Star， 他们拥有70年代的 J 博士、80年代的黑白双雄，以及海兹大学的迈克尔乔丹、90年代的罗德曼以及00年代的韦德。但是过去的几年 Converse 这个品牌似乎在篮球这项运动上销声匿迹，也离开了篮球球迷的视野。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更是如此，直到 SGA 的出现。去年秋天季中赛期间，我在拉斯维加斯偶遇了 SGA， 坐在场边的他不停用手机拍着场上球员们的球鞋。那一天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大黄靴。2025年全明星周末期间，我在旧金山见证了 SGA 的第一双签名鞋 SHEA001 的亮相，首发配色 Butter 就是类似大黄靴的造型，而 Converse 也在旧金山为 SGA 以及 SHEA001 举办了盛大的发布活动，在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 SGA 的个人 logo 以及 SHEA001 的元素，在 Foot Locker 之中也可以定制印有 SGA 个人 logo 的 T 恤。全明星公布首发配色之后，赛季的后半段以及季后赛 SGA 又上缴了灰色的 Aris Gray、 黑色的 Charm Black、 陶土色的 Hail Clay 以及蓝色的 Massey Blue， 这几个配色与名字都与 SGA 的家人有关，在之前与未来的球员故事之中我们都会提到他们。而这周 Converse 在上海开了一场 SHEA001 的发布会，发布会从一场分享会开始，邀请了无忧、李志景、Emma 3位嘉宾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故事。没有想到无忧对于篮球最初的回忆以及他的第一双篮球鞋正是 Converse。 我说我人生第一双篮球鞋是匡威的，就是 All Star 2000那双鞋。然后因为那会儿看了一个插播的一个广告，一双帆布鞋突然变异了，然后后掌突然慢慢变厚，然后变异了，然后变成一双篮球鞋，变成真皮的了。背影有一个罗德曼是扣篮的还是练球的一个场景，就觉得当时特别酷。那整个场景是一种在黑暗底下、夜幕底下的，然后有那种雾气啊，然后那双鞋就感觉哇，很特别。然后那会儿就感觉是进化版，就像我那会儿玩的，正好赶上玩那个口袋妖怪、宠物小精灵，那会儿很喜欢进化。我就说一双鞋，哎，是这么进化来的，就感觉很有生命力。所以我认为那双鞋是相当酷的，就是你得非常很像罗德曼、像斯普雷威尔这种恨不得掐教练脖子这种有痞气的、有个性的球员才敢穿。所以那双鞋我穿了，我觉得全校只有我穿的，只有我有这双鞋，所以大家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匡威这个牌子，所以我穿上去感觉就是我是独一无二。而作为老球迷，从2017年开始，我们也都见证了 SGA 技术方面的成长。于是我邀请优哥一起看了 SGA 今年夏天的这个视频，想知道他会有什么评价。看了这视频，我就觉得就是说 NBA 球员就是他厉害在哪儿？他死球以后没有真正死，他能无限演化出来各种动作，能够持续保持他的攻击性，然后总能晃开身位，包括最后再创造一个直接扣篮的机会。他厉害在哪儿？就是厉害在新秀年的时候，你就能看出他的沉稳劲儿。包括跟保罗共事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并没有感觉到太多压力，能感觉到他在场上对自己的掌控能力，他的心态不崩，你从来没有看他就是心态很崩、喜形于色，没有。这种其实是一个很高级的一种心态，说明了他已经对于场上的形势预判以及对自己的自信达到一定程度了，才会产生这种。包括他的球商。单从造规这项来讲啊，这就是两极分化了。有很多人认为造规是一种获利啊，或者这种投机啊，或者没有观赏性，但真正打球的就知道，就是一定要非常高的球商，你才有机会去造规。对于裁判尺度把握，对于对手的防守设各种陷阱，我觉得这是他对他综合的球商的体现。所以我是想学习他的造规能力。今年的全明星周末期间 ，Converse 邀请了说唱歌手 Lil Yachty，在SHEA001的发布会办了一场特别的演唱会。
而这次说唱歌手李大奔也来到了谢001的中国发布会。我没有想到的是，李大奔也是一个真篮球迷，一位 SGA 的真粉丝。大学时期，李大奔就读于中国美院的服装设计专业。这次我们一起锐评了一下 SGA 的穿搭，这个非常经典，知不知道它这是选秀夜嘛？对，但我觉得选秀夜的时候还是比较初级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而且初入联盟，他的自信跟他的那种稳定，一直可能都还没有在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这一身感觉更多的是表达内心的那种喜悦，以及我是对时尚有一定的突破，有一定的那个能够尝试的那种心态的感觉。明白。因为一般的球员不会选择这么优雅并且比较秀丽的一种面料来制作这样的西装。对，这 Shea 1.0版本这个时候的穿搭功力，我感觉还是在摸索的阶段，什么都敢尝试，然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在穿搭上面，然后刚刚也开始运营自己的这种社交媒体的感觉。这个时候初见端倪已经开始了。这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 mix 那种高端的时尚以及街头品牌，还有他自己喜欢淘的一些 vintage 的产品，对 mix 在一起，然后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效果。但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从他的发型开始啊，对，他变发型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来了，这个属于是走进巅峰的前期，就是刚刚开始自己的这个，我记得这个赛季也是他职业生涯巅峰的开始嘛，慢慢开始变成人类31分精华，然后慢慢开始打出 MVP 级别的表现。但是这个赛季我记得他人还是非常低调，然后 outfit 开始就非常的疯狂，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入场的图片，因为这双鞋我记得刚发的时候风靡整个国内国外的网络上面，然后他我觉得是把这双很不合理的鞋结合的最好的一个人之一啊，就其他人穿上去会真的是有点怪，这鞋会大于他本人，但他是把鞋融入在了这个穿搭里面，而且这个配色其实蛮疯狂的，这个鞋是正红色，但它的上衣是绿色的。按理说我们按正常的搭配逻辑不会把这两个颜色撞在一起，但他特意就选了一个比较暗的绿色，刚好 hold 住了这个红色，就是他在展现自己的兼容性嘛，就我不只是可以街头，我还可以高级时装，我还可以真的就是驾驭一些设计师的作品，然后出现在这种 campaign 杂志海报上面，这个不用多说啊。每一个人都是到上面去走秀的，对，这个不用多说，每个人都是寄出自己最狠的造型到这一天来。就是 Met Gala 里面，其实大家都是最浮夸的那种，那种感觉。哇哦，这个是我差不多第二喜欢的。我有一个第一喜欢的，应该是穿黑色西装的。对，这一张非常的黑客帝国。这个时候是他真正就是融会贯通了所有的他曾经的 style， 然后开始发展出来自己的风格，然后变得非常的。硬朗的同时，它有优雅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风格就开始。这套衣服背后的灵感是蝙蝠侠。Yes， 就有这种超级英雄的感觉，又蝙蝠侠又很 Neo。来了，有，就是这双鞋发布了之后，然后他第一次上 League Fits 嘛。对 ，League Fits，然后 Slam 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Slam， 对，他就宣传这双鞋。对，这双鞋你喜欢吗？这双鞋我当然喜欢了。他们寄给我的时候，不出意外，我应该是蛮早的那个时候拿到这双鞋的人，我就在家里还偷偷的跟自己兄弟们炫耀，我说有全配色。哦。对，反正你肯定是全配色。有，然后我就跟他们炫耀，这个对于我们喜欢篮球人来说，其实还蛮有意义的。还是他 outfit 他也是，就是真正的那种雄心壮志，在这种稳定跟淡然的表情后面产生了，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是夺冠之后，对，去游行的时候，这个。而且我记得这个短袖是有垫肩的，还有个特别宽的垫肩，就像那个橄榄球那个，对，有点像橄榄球的 T， 哇，有点像穿了个甲在里面的感觉，哇，这个我觉得是他至今，我觉得是他很多造型里面算不足为奇的一套。这个他的定式穿搭，他经常穿这种小的马甲，露出他这种身材，对，高露肤度，然后因为他又很性感嘛，其实对。这是还没有发布的配色，我记得他跟这个配色搭配了一只特别好看的手表，这只手表我估计很难找到。应该是 one of one 那种配色，明白？对，就是你连手表你也会去在意，然后因为手表也是穿搭的一部分，因为他就是故意要这样做，就是像我们今天我搭配这个蓝色 matching 这个蓝色一样，他就是每天的游戏一样，我搭配这个手表 matching 这个鞋。如果没记错的话，下一个就是这蓝色，对，而且迈阿密 Chrome Hearts。对，迈阿密 Chrome Hearts 限定的牛仔裤，他们全队都很喜欢 Chrome Hearts， 而且我觉得他的鞋的配色也可以彰显他这个人的人品，他真的是一个就 family guy，然后他很
对，在乎他的团队和家人。对 ，OK， 就这么多。哇，我今天聊下来，真的，我觉得你特别懂篮球。然后不会，都是看你的视频学的。大家要是觉得我篮球上面有什么发言不对，就是都怪他就好了。除了分享会，这次 SHE001 还邀请了卡米然、刘畅等球员打了一场3支球队的3对3表演赛。虽然是一场表演赛，球员们的胜负心还是让比赛的强度拉满，甚至有了一点火药味。从2月的旧金山 SHE001 的发布，到4月签约普里查德，那个熟悉的 Converse 正在慢慢回到篮球。下个赛季他们会在篮球方面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就让我们拭目以待。